这是闻名江湖的飞叶金刀，乃是关外妖女叶青花独门武器。刀身精巧锋利，寒光凛凛，杀人伤人皆如探囊取物般。唯一可与之一战的是太极剑。那么此二者相遇，谁能更胜一筹？这是明朝时期少林寺的戒律院。这些和尚外表看似在练功，可如此强度，用受罚来形容更加贴切。原来不久前放置在藏经阁的金刚掌，这本少林寺绝学竟然不翼而飞。戒律院主持空性大师执法如山，然而还没等他找到秘籍失踪的线索，游侠小宝就上山来少林寺告状，说是江湖上有人使用此功大开杀戒。方丈大师这边还没问完话，空性就火急火燎地冲上来澄清，说能震碎胸腔的掌法并非少林独有。眼见小宝认定他们都是死于金刚掌，空性大师大发脾气，决定教训一下他。说完，直接就冲着小宝而去，掌风四起。空性的金刚掌炉火纯青，紧接着为了躲避他，小宝连连后退。可是空性大师气性太大，不肯收手。小宝几个旋转跳跃，他不能停歇。无奈的小宝只能使出了太极单边手，将空性打得连连后退，好不容易稳住。原来小宝是太极门第3代传人。这时方丈大师也连忙将空性给劝住。小宝说出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。此事还要从3天前说起。位列4大家族之一的金虎堡堡主，在押镖的途中遭遇蒙面人劫镖，4人身手不凡，不像是一般的劫匪。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就将镖队团灭，镖车被抢，整个押镖队伍无一活口。同为4大家族之一的长风庄庄主江长风怀疑这不是普通的劫镖案，担心4个神秘狂徒会盯上自己，于是就想找一个实力不凡的保镖。听说游侠小宝武功十分高深莫测，为人仗义，心思缜密，只是行踪不。为了联系小宝，江长风来到赌坊，找到小宝的至交好友乔一多。乔一多生性好赌，江长风想出一计，赌乔一多3天之内找不到小宝，赌金直接设定为黄金1000两。此时的小宝正在里面的房间喝酒，乔一多得意至极，让江长风拿钱出来。可等江长风推门而入时，已不见小宝。这下1000两黄金可张腿跑了。为了打赌能赢，乔一多缠着小宝，非要他跟着去找江长风拿了1000两。不料推开门发现长风庄已经被灭门，遍地尸体，四处一片狼藉。重伤的江长风来不及说出凶手名字，就倒在2人面前停止了呼吸。突然听到脚步声，2人赶紧躺下装死。只见4个蒙面人快速经过，那自然不能放过，一个鲤鱼打挺跳起，其中1人对着他们使出了一掌，赫然正是少林寺的大力金刚掌。此时同为4大家族的白云庄庄主卢庄主带着一行人马及时赶来。他并未将小宝和乔一多误会成凶手，而是通过尸体上的金刀说出凶手，那就是江湖妖女叶青花。因为飞叶金刀是叶青花的独门兵器，因乔一多出言不逊，双方直接动起了手。小宝和乔一多解释他们死于金刚掌，这些尸体上的手掌印就是证据。然而卢庄主却咬定的是叶青花所为。既然解释不清，小宝2人也懒得理他。小宝虽然与叶青花刚刚结识不久，可他知道叶青花心地善良，并非妖女。为了替叶青花洗脱杀人的罪名，小宝决定上少林寺寻找事情的真相。就这样，小宝来到了少林寺，紧接着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。方丈建议他先找到证据再来少林，小宝觉得言之有理，便告辞下山。殊不知此时蒙面人已经到了白云庄，卢庄主察觉有异，忙持刀逼问来人。对战之中，扯掉了其中1人的帽子，瞬间一个白花花的秃瓢露了出来。其他3人并未透露身份，但身手利落，只见行动之间配合特别默契。手挽着手，使出一个十分怪异的阵法，瞬间就将手团灭。至于卢庄主，自然也不是对手。此时躲在藏宝室的叶青花和乔一多听到了动静，乔一多决定去外面看看，出来看到了满屋尸体和垂死的庄主。正巧小宝在外面要求求见卢庄主，叶青花看见4个和尚进来搬运珠宝，卢庄主跟小宝2人交代凶手和尚。叶青花此时也补充道是4个和尚，说他看到他们偷珠宝，已经认得他。卢庄主听闻此言，也终于咽了气。武林4大山庄现在已去其3，3人又再一次登上少林寺的大门，告诉方丈现在已经能认出4个凶。冲动的叶青花非要冲进去找到他们，可少林清净地怎可能任由他们？只要他们能闯过3关，便让他们搜查。这3关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不好过。第1关是现行大师的春秋大刀阵，首先上场的是好赌成性的乔一多。现行大师称乔一多可以任选武器，乔一多这个接连管只用自己的兵器，这么短的武器，现行大师觉得奇特。原来此剑竟然可以随意收缩长短。说罢也不再废话，直接就动起手来。可对手人数太多，乔一多应接不暇，武僧力气太大，虎口都给他震裂了。天下武功出少林，可不是说着玩的。既然此路不通，那就干脆换条路走。乔一多直接走起了蜘蛛侠的路子，只可惜被现行大师给识破了意图。乔一多对上大师就只能考虑智取，剑不行咱就换兵器啊，换成绳子好了。可是绳子被现行大师给一刀砍断了，没办法，
只能使出最后的杀手锏了。现行大师他们一看，竟然是火药。趁着各位大师慌忙躲避炸药的功夫，乔伊多已经完美的完成了闯关任务。而所谓的炸药，自然也是火人的。到了第2关，就是少林12金刚阵。12金刚阵可不是普通的阵法，此金刚阵精妙异常，棍法变化多端，就连小宝上场也都有些措手不及，一旦被重棍夹住，便轻易动弹不得。少林12金刚阵法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小宝想出一计，用沙子来迷惑他们，本想趁此机会冲关，可还是被拦住。小宝被12根棍子困住，动弹不得。这些武僧可是一点都没留手。情急之下，小宝竟然从中脱身而出。武僧劝他就此退出，已经闻名天下了。可傲娇的小宝说他早已名满天下，然后又故技重施，用沙子扰乱他们。武僧们逃过沙子迷烟，重新摆阵。小宝学人家钻洞，从下面滚过去，在双节棍锁住他那刻碰到石碑，威名赫赫的12金刚阵算是破了。他们也连过2关，体力消耗殆尽。方丈不愿趁人之危，提出明日继续。既然大师好意，那3人也愿意领情。天色已晚，便来到附近的客栈投宿。谁知此时黑龙庄的龙庄主出现了，他认定了叶青花，要报父母之仇。可是叶青花一个人也没有这种能耐。小宝邀请他明日一起去少林寺对峙。第2天，一行人如约来到了少林寺。第3关由方丈亲自守阵，方丈让乔一刀和小宝2人一起上，以身体触碰到地面就算是输了。这一老2少3人不废话，直接开始。方丈的下盘功夫显然是稳扎稳打，即便是2人联手，方丈也是游刃有余。手上功夫的话，方丈也是完胜2人。少林绝学果然名不虚传，方丈威武。3个人这是谁都不肯轻易认输。小宝和乔一多2人联手施压方丈，可方丈实在太厉害，根本奈何不了。方丈大喝一声，变阵，凳子加高。这阵法明显是加强游戏的难度啊！于是2人开始轮流消耗方丈体力。乔一多先顶上，等他不行了再换人。眼看乔一多一人单打独斗顶不住，这次换成了小宝跟方丈2人比试。2个小年轻对阵，方丈使用车轮战法，小宝在凳子上使用托马斯回旋，然后乔一多趁机给了方丈一脚，不料方丈直接飞回来撤走了凳子，乔一多摔在了地上，但是拖住了小宝，然后趁机撤走了方丈的凳子。就这样，2人成功闯过了第3关。方丈一言九鼎，愿赌服输，让把僧众都叫出来给他们辨认。戒律院的僧众此时全部现身大殿，叶青花上前辨认有无那4个凶徒，然后说出凶手就是前面的4个人。4名僧人一听，吓得连忙摇头辩解。叶青花提议搜搜有没有珠宝即可。空性大师眼里不容沙子，亲自动手。可是就在踢翻桌子时踢出了珠宝。脾气火爆但生性正直的空性不能忍，一怒之下直接冲过去结果了4人。自己的失察造成少林寺英名有损，为了赎罪，他一头撞向柱子了结了。难道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方丈思来想去，觉得事情不对。空性为人刚烈严厉，弟子最守规矩，只怕真正的凶手还潜伏在少林寺内。方丈决定设下一计，假装内疚自尽。此时小宝也察觉出这里面有问题，他单独问乔一多那4人是何装扮。得知那4人是蒙着面行动的时候，他敏锐地察觉了其中的古怪。这个叶青花只怕是有问题。2人当即赶往黑龙庄，可还是来晚了，龙庄主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此时的龙庄主正被人吊在房梁上。原来此事的幕后主使就是现行大师，他的真实身份是关外6魔之首。20年前4大家族联手杀掉了关外6魔的老巢，清剿他们。他的妻子死在龙庄主的火箭之下，只有现行一个侥幸逃脱，留得一命。他隐姓埋名潜入少林，只为报仇。说完就给了龙庄主一个痛快。而叶青花正是他的亲生女儿。现行觉得乔一多和小宝太过聪明，既然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那就杀掉。叶青花带着4人愉快地领了任务，谁知小宝和乔一多早有防备。4个凶徒尽得少林绝学，武功高强。话说叶青花出手毒辣，招招致命，最终死在了自己的独门金刀之下。这4个凶徒自然也不能活着离开。乔一多念及旧情，想为叶青花收尸，不料却被叶青花暗算，最后死在了好友小宝的怀抱之中。现行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方丈。就当他装模作样为先方丈超度时，听到小宝在外面叫他快点出来。眼见叶青花从白布之中被滚出来，一怒之下暴露出他的真实身份。就这样，小宝与现行展开了大决战。小宝使出家传绝学太极剑，现行本就是关东一带的高手，再加上在少林苦心学艺20年，与尽得太极真传的小宝打了个平手。2人由后院一路打到了前面大殿。现行想利用不知真相的僧众杀小宝，小宝急忙辩解，把现行身份托出。可惜僧众们信任的是现任方丈，小宝宁愿丢命也要手刃这个魔头。可惜重伤的小宝早已无力招架僧众，关键时刻假死的方丈突然赶到，已知这魔头所谓吩咐金刚清理门户。这部《三闯少林》上映于1983年，由唐家导演，倪匡、叶景洪编剧，
尔冬升、刘玉璞、白彪、詹森领衔主演，武打动作精彩，情节反转局中局，女主是不洗白的反派，太有味儿了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